莫斯科经传10起爆炸，飞机低空掠过居民楼，惊险画面曝光。而炼油厂与铁路双重遭袭，前线燃油危机加剧。乌克兰前线告捷，红军村战线扩张5平方公里，向前推进3000米。克里米亚再遭海王星导弹重创，赫尔松州长被曝遇袭身亡。萨马拉交通干线遭炸，而后勤补给线遭精准切割。乌军无人机实施精准打击，而 S-400 系统连同雷达与发射装置全毁。北约态势升级，英国核武或部署爱沙尼亚，瑞典誓言击落俄军战机。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时隔不到半个月，乌克兰再次对莫斯科发起新一轮大规模空袭，猛烈的攻击导致俄罗斯首都的多座机场被迫关闭，大量航班延误甚至被取消。据开源情报技术消息，当地时间8月23日深夜，莫斯科多个区域遭到无人机群的密集打击。现场流出的画面显示，当晚前后共传出至少10次剧烈爆炸声，在夜空中回荡不止，令整座城市人心惶惶。面对这次袭击，俄军的防空系统几乎彻夜运转。在斯科尔科沃创新中心附近，当地居民甚至拍下了铠甲 S1 防空系统开火拦截的镜头。值得一提的是，这套系统此前已大规模部署在莫斯科周围，但也曾因操作失误而出现防空导弹击中民居楼阳台的尴尬事故。在莫斯科东部12公里的雷托夫地区，一处停车场则直接遭遇袭击爆炸，瞬间火光冲天。俄媒随后报道称，这是无人机残骸坠落引发的火灾。不过无论如何，这轮空袭迫使莫斯科多座机场紧急关闭，其中包括俄罗斯最大的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大批航班延误，部分航班则直接被取消。空袭带来的混乱还远不止于此，由于无人机威胁逼近，一架俄罗斯客机被迫以超低空飞行的方式穿越民居楼之间，险象环生。画面显示，这架飞机一度与高层公寓大楼的距离仅有数米，稍有偏差便可能引发灾难。这一幕再次凸显出俄乌战争对俄罗斯本土民众的直接冲击。到了2025年，莫斯科的机场频繁因战事而关闭，已成常态。对此，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事后迅速表态，声称俄军击落了15架无人机，并强调应急部门已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但他并未公布实际的损失情况，或许要等到最新的卫星图像更新，外界才能了解此次袭击造成的真实破坏。事实上，早在不久前，乌军就曾在距莫斯科约150公里的卡卢加地区实施袭击，并成功摧毁了一套 S-400 防空系统。当时就有分析预测，乌军下一步极可能把目标锁定在莫斯科核心区域，而如今这一预言已成现实。与此同时，除了莫斯科本身，乌克兰军队在当夜还空袭了俄罗斯后方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当地的卡涅夫斯卡亚变电站遭到命中后冒出滚滚浓烟，电流传导甚至引燃了一列火车，熊熊烈火照亮夜空，在远处都清晰可见。近期俄乌战争局势急剧升级，一系列针对俄罗斯关键基础设施的袭击事件引发了国际广泛关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尤其是针对俄罗斯的铁路系统与炼油产业的精准打击，严重冲击了俄罗斯的2大后勤命脉，令其前线部队陷入日益严峻的燃油危机。9月13日至14日，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实施了针对俄罗斯铁路网络的斩首行动，对俄境内重要的运输路线进行了精准打击，特别是连接奥廖尔州与库尔斯克州的铁路，
这条为俄军后勤保障至关重要的运输线成为袭击的主要目标。乌方特种部队和情报力量通过空袭、地面打击等手段实施攻击，致使铁路运输中断，直接导致俄军物资供应困难。此外，14日凌晨，圣彼得堡至普斯科夫的铁路线也遭到了袭击。爆炸发生后，一列火车机车脱轨，15节油罐车瞬间陷入熊熊火海。爆炸产生强大冲击力，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还让俄罗斯的铁路系统陷入了瘫痪。而铁路公司紧急通报称，10余列长途列车受此影响被迫延误，导致大量旅客滞留。相关部门紧急组织抢修，力图恢复这条重要交通动脉的正常运行。几乎在同一时间，俄罗斯的炼油产业也未能幸免于乌克兰的打击。位于列宁格勒州的基里希炼油厂遭遇了乌方无人系统和特种分队的联合攻击，爆炸引发了厂区大火，严重损坏了该炼油厂的生产设施。基里希炼油厂是俄罗斯重要的石油加工中心之一，其连处理石油量巨大，是俄罗斯国内能源供应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该厂不仅供应国内民用和军事需求，还为俄罗斯军队提供了包括柴油、航空燃料在内的各类燃料。此次袭击使得该厂停产，造成了国内能源供应的严重中断，直接引发了国内油价飙升。特别是 A95 汽油的价格上涨幅度超过了 50%， 市场反应迅速，部分地区出现了民众排长队加油的现象，国内的燃油供应形势愈加紧张。从军事角度来看，铁路运输与炼油厂对俄罗斯军队作战能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铁路是俄军物资运输的主要通道。据统计，俄罗斯 90% 的前线物资，包括武器弹药、食品补给以及各类装备备件等，都是通过铁路进行运输的。一旦铁路系统受到严重破坏，前线部队的物资补给将陷入困境，影响作战持续性与有效性。而炼油厂则是军用燃油的主要来源，支撑着俄罗斯军队坦克、装甲车、战机和其他机械化部队的运转。基里希炼油厂停产将直接导致西部军区的装甲部队燃油短缺，战斗机和运输车辆也可能面临无油可用的困境，极大地限制了俄罗斯部队的机动性与作战范围。俄乌前线的战况再次出现重要变化，乌克兰军队在红军村及其周边地区继续发起反攻，并在过去24小时内取得了显著进展。乌军在短短1天时间里就收复了5平方公里的失地。根据 RBC 新闻援引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报道，乌克兰部队仍在多布罗皮利亚突出部包围阻击俄军。实时战役地图显示，乌克兰部队已经重新控制了其中的 4.7 平方公里，同时在 2.1 平方公里的灰色区域内进行清剿和搜捕行动，逐步清理俄军的残余势力。乌克兰的突击部队在战斗中表现出极强的攻势，他们的推进距离从200米延伸至 2.5 公里，并对俄军的阵地和掩体展开了逐一清理。初步战报显示，俄军在这次交战中已有超过100人伤亡，另有11套军事装备被摧毁，其中包括4门火炮系统。这一战果虽尚未得到俄方回应，但乌军在红军村方向的攻势与包围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值得注意的是，9月18日前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亲自抵达红军村前线，确认乌军已在多布罗皮利亚突出部成功收复和清理超过300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不仅增强了乌军士气，也进一步验证了前线攻势的规模与成效。与此同时，在顿涅茨克其他战场，乌克兰军队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在北部俄军控制区，乌克兰对一座大型油库实施打击，现场画面显示，油库周边腾起浓浓黑烟，笼罩着整片天空，并伴随着接连不断的剧烈爆炸声，场面极为震撼。而在关键的阿夫迪夫卡战线，传出乌克兰动用了重型武器攻击俄军阵地的消息。从流出的视频来看，俄军的驻地大楼已被彻底焚毁。
熊熊烈火吞噬了整个建筑，四周散落着大量被炸毁的武器装备残骸。尽管目前尚不清楚乌军具体使用了哪种武器，但从破坏力来看，很可能是导弹等大威力攻击手段。此外，乌克兰总参谋部还证实，他们对俄罗斯萨马拉州境内的3处战略能源设施发动了袭击，首要目标是新库伊比雪斯夫克炼油厂，其关键供应管道在攻击中被引爆，瞬间燃起熊熊烈火。第二处是位于普罗斯维特的石油输送干线，多组泵送装置遭到摧毁，喷射出巨大的火球直冲夜空。最后是马什卡的石油生产基地，同样陷入大火和滚滚浓烟之中，当地居民被突如其来的爆炸与火势吸引，纷纷驻足围观。多重迹象表明，乌克兰正在加大对俄罗斯能源系统的打击力度，预计未来一段时间，类似的袭击还将持续发生，俄方的能源基础设施恐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乌克兰近日对克里米亚的攻势持续升级，几乎每隔2天就发动一次袭击。如今又传来更多重磅消息，赫尔松州的叛徒州长布拉基米尔·萨尔多极有可能在这轮打击中身亡。据接近克里姆林宫的媒体 Mesh 披露，乌军在9月21日前后对克里米亚的军事设施以及俄军防空系统发动了猛烈攻击。在这场战斗中，乌克兰部队动用了国产的海王星导弹，打击目标直指萨克斯基区，俄罗斯第31师的驻地。随着导弹呼啸而至，俄军的阵地、营房、训练中心乃至食堂大楼都遭到严重破坏。令人震惊的是，袭击发生时，仍有部分俄军士兵正在食堂用餐，但很快便被突如其来的爆炸吞噬。乌克兰的海王星展现出了极高的精确度，整个建筑群在短时间内化为废墟。与此同时，乌军在沃洛恰夫卡地区同样有所斩获。无人机部队成功摧毁了俄军的一支车队，并击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在新菲罗波尔附近，另一架乌军无人机则命中了俄军部署的铠甲 S1 防空系统，爆炸不仅造成设备报废，还使多名士兵受伤。近来，乌克兰几乎是以高频率轮番打击克里米亚，俄军的机场、防空阵地以及高层要员都成了攻击重点。而在这一系列袭击中，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有关萨尔多遇袭的传闻。报道称，他当时正身处克里米亚的一处俄罗斯安全局别墅内，乌克兰情报部门掌握其行踪后，随即发动定点清除。虽然俄方目前尚未确认这一消息，但萨尔多已经与外界失去联系。萨尔多在乌克兰政坛曾颇具名气，甚至在2008年被授予最佳市长的称号。然而，在俄乌战争爆发后，他毅然倒向莫斯科，成为俄占赫尔松的所谓州长。如今，乌俄双方媒体都报道称，他在遭袭时正参加一场私人聚会，之后音讯全无。若最终得到证实，这将是乌克兰今年清除的最大一名叛徒。事实上，乌克兰此前已多次成功针对俄战区的重要官员展开暗杀或袭击行动，部分高级人物甚至在莫斯科境内被当街击毙。可以预见，随着战争不断升级，此类针对性的斩首行动只会愈加频繁。而对于克里米亚而言，外界更加关心的焦点仍是乌克兰是否会在未来直接对克制大桥下手。一旦那一天到来，战局无疑将再次被彻底改写。近日，消息称，位于俄罗斯萨马拉地区的一座重要线性生产调度站遭遇袭击，瞬间被彻底摧毁。与此同时，萨马拉交通干线也发生了剧烈爆炸。接连发生的事件犹如一记沉重的打击，精准切割了俄罗斯的后勤补给线。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于20日发布的通报，当天凌晨，乌克兰武装力量无人系统部队协同其他部队展开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锁定了多个俄罗斯战略目标，其中萨马拉地区的调度站成为主要目标之一。这座调度站由俄罗斯国家石油运输公司运营，是连接俄军后勤保障与能源供应的重要枢纽。
它通过主输油管道为俄军提供柴油支持，年输送能力高达约1050万吨，相当于俄军作战的血液供应线。袭击发生后，调度站瞬间陷入大火，导致其输油功能彻底瘫痪，俄军的燃料供应被迫中断，前线部队的燃油供应危机随之爆发，随时可能面临断油的困境。不仅调度站遭遇毁灭性打击，萨马拉交通干线也未能幸免。爆炸发生后，现场一片狼藉，交通运输系统彻底陷入瘫痪。这条交通干线是俄罗斯重要的物资、人员和装备运输通道，是俄军后勤补给的关键枢纽。如今，交通干线的瘫痪给俄罗斯国内的运输网路带来了巨大缺口，大量急需的补给物资滞留在途中，无法及时运送到前线。这不仅包括弹药、武器等战斗物资，还有士兵们的基本生活物资。由于供应链的断裂，俄军的作战能力面临前所未有的削弱。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乌克兰第一次针对俄罗斯的后勤设施展开攻击。过去一段时间内，乌克兰不断加大了对俄罗斯境内能源基础设施、交通枢纽的打击力度。就在不久前，乌克兰军方成功袭击了位于萨马拉州的古比雪波斯基炼油厂和克拉斯诺达尔滨江区的阿菲普斯基炼油厂。这些炼油厂的严重损坏，使得俄罗斯的燃料生产和供应体系受到了严重影响，燃油短缺问题进一步加剧。除此之外，乌克兰还针对俄罗斯境内近10条铁路线路展开了破坏行动，意图切断俄军的运输命脉。萨马拉调度站的被摧毁与交通干线的爆炸事件，正是乌克兰对俄罗斯关键后勤设施打击的一部分，并且表明乌克兰已经将这一战略升级到新的高度。当地时间9月22日，一则重磅消息在全球军事圈引发强烈震动。乌克兰武装部队特种作战部队指挥部通报称，其特种作战部队在本月初成功实施了一次高价值目标打击行动，于9月5日在俄罗斯卡卢加州境内精准摧毁了一套 S-400 防空导弹系统。消息一经发布，立刻引起全球军事观察家的高度关注。毕竟 S-400 系统历来被视为俄罗斯空天防御体系的王牌，甚至被誉为防空盾牌。根据乌方通报内容，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在执行一项特殊侦察任务期间，通过先进侦察手段和高水平的战场判断，成功锁定了俄军部署在卡卢加州的 S-400 防空系统。掌握目标后，乌军迅速制定并启动作战计划，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目标实施突袭。在此次精密打击中，乌军无人机展现出极高的打击精度，成功摧毁了该 S-400 系统中的一套发射装置与关键雷达站，使整个系统陷入瘫痪，彻底丧失了作战能力。这一打击不仅在战术层面达成了预定目标，更在战略层面撼动了俄罗斯西部的防空体系。S-400 防空导弹系统是俄罗斯目前最先进的远程防空武器之一，具备拦截各类空中目标的强大能力，包括战斗机、巡航导弹以及部分中远程弹道导弹。该系统作战半径远，反应速度快，可同时追踪并打击多个目标，广泛部署于俄境内多个重要方向，承担起对空安全的重任。一直以来，它被认为是俄罗斯防空作战的核心支柱之一，此前还被不少军事专家认为是难以被突破的防线。此次打击行动的成功，再次凸显出乌克兰军方在现代战争中对非对称作战理念的深刻理解与有效应用。特种部队的精确侦察配合无人机高效率打击，不仅实现了以小博大，也充分体现出现代战场对情报、机动与技术整合能力的高度依赖。虽然乌方未公布此次使用的无人机具体型号、飞行路径及战术细节，但从官方所言打击完全达到预期效果来看，乌军对该目标的获取与打击效率都处于高度成熟水平。俄军战机入侵爱沙尼亚领空事件仍在持续发酵，引发了北约及其成员国一连串强硬回应，欧洲安全局势急剧升温。最新消息显示，
爱沙尼亚方面明确表态，愿意接收英国的核武器部署。这一重大转变被认为是对俄罗斯空中挑衅的直接回应。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爱沙尼亚国防部长汉诺·佩夫库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爱方对部署携带核武器的英国 F-35A 隐形战斗机持开放态度。这款第5代战机具备携带战术核弹的能力，一旦部署，将显著提升波罗的海地区的核威慑水平。目前，波罗的海3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均不拥有本国空军战斗机力量。北约空军已长期承担对该区域的空中巡逻与防御任务。爱沙尼亚此次立场转变，显然是对俄罗斯挑衅行为的直接回应。就在上周三，俄罗斯3架米格31战机公然侵犯爱沙尼亚领空，挑衅意味十足，引发北约高度警觉。此次入侵事件已触发北大西洋公约第4条机制，要求成员国就安全威胁进行磋商。北约理事会及联合国安理会也随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应对策略。随着局势升级，北约多国官员纷纷发表强硬言论，进一步表明北约对任何形式的侵略行为绝不姑息。其中，瑞典国防部长保罗·琼松明确表示，如果俄罗斯战机侵犯瑞典领空，瑞典军方已准备就绪，将毫不犹豫地予以击落。值得注意的是，瑞典是在俄乌战争爆发后才正式加入北约的，其立场强硬，体现了新成员对集体安全承诺的重视。瑞典的加入也意味着整个波罗的海几乎被北约势力包围，地缘格局正在发生根本变化，波罗的海正加速向北约内湖演变。不仅是瑞典，波兰也在此次事件中表态强硬。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在安理会会议中强调，任何进入波兰领空的俄罗斯战机都将被果断击落。他指出，波兰因其特殊历史背景与现实地理位置，对来自东部的安全威胁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加敏感和清醒。欧洲其他国家也纷纷进入战备状态。德国方面宣布，已制定应对战争可能爆发后的伤员接收方案。柏林计划在冲突爆发后，每日最多可接受1000名伤员，同时扩建医院设施，增加专业医疗运输车辆，以提升战争时期的后勤与医疗保障能力。法国也不甘落后，开始筹建多个大型医疗中心，规模可容纳1万至5万名伤员，同时在港口与机场附近设立前线医疗站，提前做好全方位应战准备。与此同时，波罗的海另一国立陶宛也在加快国防工业建设。立陶宛近日正式推出了首批国产装甲车，其设计融合了金牛座防地雷反伏击车的部分关键技术。该车型在底盘防护方面表现出色，能抵御相当于8公斤 TNT 炸药的地雷爆炸冲击，显著提升士兵在战场上的生存率。随着欧洲国家军备不断扩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也在同步加码。许多国家普遍认为，乌克兰作为前线国家的存在，是阻挡俄罗斯势力西扩的关键屏障。如果基辅失守，整个欧洲将直接面临更大的安全危机。因此，在加固本国防线的同时，欧洲各国也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与支持。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